美国海军警告，除非全美舰队集中在一起，否则美军不是中国的对手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映华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指出，在海战中，舰队规模大的一方几乎都会获胜，而美国除非集中全球的舰队，否则很难击败中国的海军。虽然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不胜枚举，被人津津乐道，但大多数情况下，军队规模大的一方获胜的概率会大一些。这不，最近著名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坦格雷迪教授就提醒美军，在世界海战史上，规模大的舰队几乎总会获得胜利，而美国的舰队规模正在被中国甩开。二战以后，美国海军根本没有对手，但如今中国海军暴涨的舰队正在成为美国海军最大的威胁。根据五角大楼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，2022年解放军海军已经拥有了340艘战舰，未来2年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加到400艘。而美国现在舰队规模只有300艘，长期建设计划也只有350艘。这样下去，美国海军要如何打赢中国海军呢？对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这个言论，美国海军的回应是：美国海军的舰艇总数虽然比不上中国海军，但依然存在着质量优势。对此，坦格雷迪教授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。他表示，海战史上想用质量优势击败数量优势的国家比比皆是，但成功者寥寥无几。比如日本帝国海军想要凭借航母的质量优势，还有着陆大和号战列舰来压倒美国，这种方法仅在战争初期给美国造成了压力，但不久以后就被美国强大的工业产出所压垮。再说了，现在的美国海军真的对中国海军还存在质量优势吗？中国海军的驱逐舰已经完全追平了美军，诸如055、052D 这样的战舰数量和质量不逊色于美国海军。美国海军的优势还有2个，第一是航母的数量优势，其次是水下的核潜艇数量优势，但前者很可能被中国火箭军的远程导弹所抵消，而光靠核潜艇是不可能彻底扭转局面的。在我看来，坦格雷迪教授的理论是非常正确的，他还漏了一个最重要的现实，就是即便美军的舰艇总数想对中国形成优势，他也无法在中国家门口形成优势，或者说他会永远处在劣势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道理很简单，美国横跨太平洋、大西洋2大洋，势力更是遍布各个大洲。美国海军各个舰队平时要负责各个海域的利益维护，根本不可能全部集中到西太平洋。而中国海军是在家门口作战，完全可以一波流以数量优势压倒西太平洋的美军，质量拉不开绝对优势，数量永远处在劣势。美军这个局面短期内他没有办法破开，所以美国海军才会呼朋唤友，今天拉日本，明天拉澳大利亚、加拿大，去欧洲找德国、英国、法国，最后甚至连不入流的印度都拉来南海，目的不就是怕自己单打独斗斗不过解放军？而我们要做的很简单，稳步发展，扩充航母编队、核潜艇部队，胜利的天平就会一步步向中国倾斜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